伯纳德·埃尔诺的话一出口，周围记者表情纷纷变得震惊和复杂。有些非美利坚本土媒体的记者，在听到伯纳德·埃尔诺捐款却把美利坚排除在外的时候，都有一种看好戏的心态。而那些美利坚本土媒体记者听到这话时，表情立刻就变得有些难看，感觉自己的国家被区别对待了。其实，对美利坚来说，2亿美金别说反恐了，连支撑他们名义上那些反恐行动的车马费都远远不够，所以他们也根本不需要伯纳德·埃尔诺这点捐款。但是，对美利坚记者来说，钱我们可以不要，但你不能对我们搞歧视啊。于是，一位美国记者立刻愤愤不平地问道：埃尔诺先生，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在这次捐款的善款使用方面单独将美利坚排除在外呢？我想我们美利坚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反恐的典范，也是反恐行动的领军人物，没有人比我们美利坚更懂反恐。您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区别对待，实在是有些不合适了吧？伯纳德·埃尔诺很是惊讶地看着这位记者，调侃道：你说话的语气和方式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在这里我就不点名了。周围听懂了的记者们纷纷发出哄笑声。伯纳德·埃尔诺也笑着继续说：我还是要正面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为什么这2亿美金要把美利坚排除在外？是因为到现在为止，黑水公司以及美利坚政府都没有就白马岛遭遇恐怖袭击的事件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只是随随便便地推出一个替罪羊，就想把这件事情糊弄过去。我本人是不接受的，我相信塔瓦纳斯维特小姐也是不能接受的，还有这个世界上所有具备正义感的民众肯定一样不能接受。说到这里，伯纳德·埃尔诺冷哼一声，满脸的正义感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举起一只手来，高声说：如果美利坚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本人有理由怀疑美利坚在刻意包庇黑水公司。如果正义在美利坚得不到伸张，那我愿意带着我旗下所有的品牌无限期退出美利坚市场。这2亿美金的反恐善款排除美利坚，就是我要表露给美利坚政府的态度。周围记者没想到，这个向来唯利是图，甚至为了赚钱发明配货制度，并将配货制度发扬光大的老头，此刻竟然如此富有正义感。美利坚的记者一时之间面面相觑，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继续硬刚也根本不现实。伯纳德·埃尔诺已经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之前白马岛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美利坚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有些理亏。大统领此时此刻也在关注着伯纳德·埃尔诺这次的美国之行，他这个人最在意的就是舆论，所以他很担心伯纳德·埃尔诺这个老登到处乱说话。而伯纳德·埃尔诺也确实没让他失望，一下飞机就开始张嘴乱喷，火力全开。更操蛋的是，这老登竟然还敢隐晦地调侃自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黑着一张脸，立刻叮嘱幕僚道：快通知各大媒体立刻写稿子往伯纳德·埃尔诺身上泼脏水，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陈年旧账，都给他翻出来，好好宣传一下，然后给他下个定性，就说他自来美国完全是为了炒作，根本就不是什么真心实意的想要反恐。幕僚赶紧说：大统领，这家伙这么肆无忌惮，不符合一个商人的本质啊！我总觉得是有蹊跷，而且这件事情他占了先机，本来就在道德制高点上，我们如果贸然对他发动舆论战，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要我说，这件事咱们理亏在先，还是尽量低调一些，实在不行，对黑水公司适当性的来点处罚，平息一下民愤。大统领气愤地说道：我本来也不想跟他一般见识，但是这家伙实在是有点过分了。他捐2亿美金想炒作，这我能接受，只要花钱就是上帝，我自然敞开双臂欢迎他。可是他为什么要把美利坚排除在外？这不就是公然指责我，故意打我的脸吗？说罢，他微微一顿，又道：我并不是有意想保全黑水公司，只是黑水公司性质太过特殊，
他的成员几乎都是我们的支持者，而且我们在世界各地有那么多脏活累活需要他们来做，也只有他们能做。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拉黑水公司一把，一旦黑水公司名称彻底烂掉，我们那些脏活累活就再也不能找他们上手了，民众会非常排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帮一帮黑水公司。说到这里，他有些烦闷地咬牙道，要是这个伯纳德·埃尔诺别一直死咬着不放，这件事的影响力现在肯定已经在下降了。大幕僚也有些无奈，开口道，我确实没想到，这个伯纳德·埃尔诺竟然敢这么高调地跟我们作对。大统领表情冷峻地说，所以不要犹豫了，就按我说的，咱们直接在舆论上反击他。他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吗？虽然咱们爬不上去，但可以把他拉下来啊。一旦他跟我们一样，都站在道德洼地里，那就是狗咬狗，没有谁对谁错了。说罢，他非常严肃地教育起自己的幕僚们，你们要记住，有的时候不是一定要我们赚了才是赢。生意场上，我自己不赚钱不要紧，只要能让竞争对手赔钱，那我一样是赢。见几人面露沉思，大统领淡淡道，换个方向想想，先生们，如果你已经弄了满身的屎又洗不干净，那就干脆把别人身上也弄满屎，每个人都一身屎的时候，就没人只嫌弃你臭了。大统领这个比喻让几人顿时茅塞顿开，一众人立刻有了一种我悟了的感觉，眼神都变得清澈而闪亮。之前他们还担心伯纳德·埃尔诺跟他们死磕到底，现在想想，大统领说的对，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怕的？白马岛的事情搞得他们惹了一身骚，洗不掉干脆就不洗了，把他伯纳德·埃尔诺也搞臭，只要他也臭了，民众自然也就不会倾向他了。于是地位最高的圆脸幕僚不假思索地说道，大统领，我这就联系媒体，把伯纳德·埃尔诺所有的黑料都挖出来。刚好他今天对美利坚态度这么恶劣，已经得罪了美利坚的媒体，美利坚的媒体出来跟他硬刚也是师出有名，就趁这个机会把他搞臭。大统领一脸孺子可教的模样，微微点了点头，笑道，做大统领，我经验可能没那些职业政客多，但要说做生意，往年的大统领加起来也未必是我的对手。伯纳德·埃尔诺是个生意人，咱们就用生意场上的方式跟他竞争。